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我是 Olivi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可以折叠收纳的环保袋。下面有一个免费的模板下载的链接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点击下载。花了一些时间学怎么画模板，想要借此感谢大家的2000订阅，大家就趁这个机会多加利用。那我们来看做法吧。印的时候先印第一张就好了。我在最上面放了一个警语，就是你要先确定左右两边，看你是公分制还是英寸制，确定这个大小是跟实际上的大小是一致的，你再把整个模板列印出来。要连接的模板的其中一边可能会需要裁剪，这样比较好做对齐。每一个需要连接的边都会有一些小图形，譬如说菱形、三角形等，大家就利用这个形状来做对齐。看是想要用胶带呢，还是要用胶水都可以。我的正面用胶带固定之后，背面用胶水做了补强，两个都不错。那就按照模板的边把整个模板剪下来。大家画面上看到的是第一版初版，所以可能跟大家手上的长得不太一样。在背带跟袋子本身都有一些线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折。折完之后，这个模板就可以拿去做布料的剪裁。这次跟大家的示范是我把版型折到最小来做。你会在模板上面看到折边在左要折3次，就像现在画面上面的样子，就是折边在左边，然后把布料往右边拉第2次跟第3次。你也可以直接把你想要做的模板的宽度乘以4，这个数字就会是这个宽度。这样来做折边再做，往右折3次会比较容易。这一块布跟上一块布很明显的长度都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会另外再做拼接。拼接的时候就特别注意，要接合的边要多留1公分的缝份。缝合完之后也记得做收边。按照正常的大小的布料来做剪裁的话，你会发现在手把的地方，在背带的地方会多剪出一块弧形的布，这块布我们要留下来，这一块布会是最后放在内侧的一个收纳袋。我们就把收纳袋的除了上缘的部分做平针跟收边。完成之后，再把上缘做收边，然后往下翻折1次，在边上缝一条平针。小收纳袋这样就完成了，所以把它反翻到正面之后，我们要把它缝合到袋子上。我们缝在内侧这一块布的缝边上。这个缝线的另外一侧会裸露在袋子的外面，所以建议小线轴可以考虑选择可以隐藏起来的颜色，或者是跟袋子颜色相近的缝线。稍微试用一下小收纳袋，觉得不错，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步了。把布料的正面对上布料的正面，我们要缝在两侧跟底座，还有背带的结合的地方。第一个做托特包的底座收边法，我们要把两侧的线对齐底座的线，贴齐在一起之后，会在角落形成这样子的三角形。我们要在这个三角形的底边缝一条跟底座的结合线垂直的缝线。另外一种设计，另外一种做法是两侧的缝线缝完收边之后，可以把两侧的缝线往中间对齐对折。这个包包本身布料不够，已经太窄了，所以我没有让它完全贴齐中线，大概是往内折了5公分左右。接着就可以一口气把底部缝合在一起，然后收边。手提袋的部分收边方法选用的是用收边袋来收边。
如果布料已经不够了，你可以选择其他颜色的布料来做包边带。你需要剪裁出数个3公分宽的缎带，然后2条缎带正面对正面90度垂直摆放之后，缝线在它的45度角。缝合完之后，你就会有一个非常长的缎带，然后再把多余的三角形的布料剪掉。完成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包边带怎么做收边。首先，你需要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往内翻折一小部分，大概0.5或者是1公分，然后直接沿着边来缝，顺便把刚刚反折的地方也固定。当末端连接到起始点的时候，就直接缝过去，然后把多余的缎带剪掉。接着把这个缎带的长边往内包住带子的边，然后再往内翻折一次。接着我们缝在靠近开口的，现在是左边的边上。在遇到起始点的时候，把其中一条包边带包覆着另外一端的包边带，一起往内翻折2次，这样来缝。就用同样的手法，把手提袋的手提的部分的所有边收好。最后一个做法是要把手提袋的部分变成一半的大小，我们把外侧的布料往内翻折，我们要在上缘的接缝处缝一条平针固定。希望大家做了这个之后，可以自己拿来做使用，也可以送给别人用，可以取代一次性使用的塑胶袋。它只要脏了或者是弄湿了，你就直接丢到洗衣机去洗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在剪裁的时候没有剩余的布料，没有做收纳袋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打一个单结来做收纳。这个托特包的设计底座不太像塑胶袋，但另外一种，如果你是往内翻折大概5公分的话，做起来就蛮像塑胶袋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加利用这一个免费的模板，就当做是回馈给大家，然后也可以爱护地球，保护这个环境，少用塑胶袋，少用一次性的商品。那么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话，你可以帮这一集按赞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内容的话，你可以按订阅频道。影片最后跟大家分享，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是用牛仔拼布做这个手作袋，感觉起来非常不适合这样子的厚重的布料，所以建议大家用比较轻质量的布料来做。那么就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谢谢2000订阅，谢谢2000个你们支持这个频道。希望今天这个免费模板是一个非常实际实质的回馈给大家，希望在未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创意，不同的手作。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